情人节那天，我表妹为钱睡了我男友，她鬼迷心窍，为了摆脱我，竟把我扔进了恐怖游戏。可惜她不知道，她根本不是真富豪。更可惜的是，我刚进副本就被终极 BOSS 逮住了。他轻笑着捏住我下巴，跑这么久，就为了这种货色。而表妹和男友看着被 BOSS 搂在怀里的我，彻底傻了。看着忘情接吻的两人，我浑身冰凉，止不住发抖。我对肖恩全心全意，他为什么要出轨？还是和我表妹米兰达、布恩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只介绍他们见过一次。无数念头闪过，却找不到答案。我只想要普通的爱情，为什么这么难？我麻木地转身，太累了，没有力气争吵，只想离开结束一切。但刚迈步，就感到两道视线定在身上。回头对上他们危险的眼神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捂住口鼻。视线模糊，全身发软，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肖恩和米兰达俯视我的诡异微笑。不祥的预感刚升起，便失去了意识。再醒来时，耳边充斥着细碎声响，嘶语声、骨节摩擦声，远处尖叫。我猛地睁眼，茫然四顾，周围人影攒动，全都和我一样困惑恐惧。有人倒吸凉气，这什么地方？我明明在午睡。我们站在本应繁华的街道中央，可这里，墙壁满是血手印，角落堆着骸骨，骷髅头正朝我们咧嘴笑。不知是真是假。刚迈步，成群的蝙蝠从大楼涌出。明明是白天，此地却阴暗窒息，令人毛骨悚然。然后我看到了最不愿见的地方，心猛地一沉，这是赛弗林的地盘。赛弗林、科瓦奇，这个恐怖世界的终极 BOSS， 所有怪物都无条件服从他。我来过。几年前我不慎被困，拼尽全力通关，却在最后关头被他抓住。他说喜欢我，说我属于他。我不得不虚与委蛇。起初只为活命，却不知不觉动了心。在别人眼里，他是最恐怖的存在，但对我，他展现过无人能及的温柔。甚至想过留下，直到听见真相。对他而言，我只是消遣的游戏道具。心碎后，我毁约逃离，发誓永不回来。可现在，竟因男友和表妹的背叛，被扔回这个噩梦。知道这个世界的人极少，意味着肖恩也来过。我环顾四周，胃里翻腾。这里是赛弗林的世界，若被他找到就完了。我不仅逃跑，临走前还炸了他的城堡。周遭景象骤变，街道高楼消失，取而代之是茅屋村庄。任务正式开始。我缩进人群，心跳如雷。自称村长的 NPC 照本宣科，分配住所。8名玩家里有3名老手，他们立刻掌控局面，趾高气扬。我无暇他顾，不断回头，生怕赛弗林突然出现。老手斯卡利特、劳森对我嗤之以鼻，他对另2人耳语，这花瓶第一个死。对老手而言，B 级副本不足为惧，但对新手就是死刑。斯卡利特针对我，不只因我是新手，他从见面就嫉妒我的容貌。那夜众人俱不敢眠，我却不敢闭眼。必须离开，无人能战胜赛弗林，中央大街最安全，得回去。既然睡不着，我起身搜寻线索。新年时我通关过所有副本，熟悉流程。这关的小 BOSS 是封印在祭坛的类人怪物，实现其愿望即可离开，本该如此。但到达祭坛时，3名老手已在场。他们的震惊近乎可笑，尤其斯卡利特，脸色像吞了苍蝇。在他们眼里，我这种新手不可能找到此地。但他们正遇难题，20多个罐子中只有3个藏有通关线索，其余要么是 BOSS 控制的咒师，要么是 BOSS 本体。无人敢冒险，便逼我开罐。斯卡利特等人直接亮刀，不开就死。我并未退缩，在这个世界久了，见过太多这种人。说实话，我不太担心这里的 BOSS， 我们渊源颇深。当年赛弗林带我见过所有主要 BOSS， 他们肯定认得我。本想借这层关系轻松通关，但计划被3人打乱，只能继续。只有3个罐安全，任由他们选，我依次打开。无事发生，
无怪物无攻击，只有3条完整线索。3人目瞪口呆，我故作茫然，内心警铃大作，绝非运气，有人在帮我，只盼不是赛弗林。集齐线索后，3人没再逼迫，但斯卡利特表情扭曲，他没料到我如此好运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瞥向最内侧的罐子，趁其不被轻扣，卡姆登，是我，放我走。罐子微颤，传来虚弱声音，蕾娜，不行。Boss 下了死命令，谁都不能放，包括你。不过看交情份上，提醒你，他正逐层搜捕，刚收到你在此的消息。我心一沉，赛弗林仍在每个世界追捕我。我早该想到，炸他城堡，毁他世界，还甩了他，他绝不会轻饶。我咬牙低语，对不住了，卡姆登。日后补偿，深吸口气，猛地推倒罐子。刺耳碎裂声响起，斯卡利特等人回头，惊见恐怖一幕。卡姆登真身显现，庞大、浴血、狰狞。他瞥见我，从震惊到了然，继而面目扭曲，见此真容者，死。3名倒霉蛋正挡面前，随着低沉咆哮，卡姆登扑去。斯卡利特等人仓皇应对，而我趁机探手罐中，抓取最后线索。世界模糊瞬移，关卡通过，最终线索总在 BOSS 罐中，但无人敢开。我本不愿如此，但为尽快逃离，别无选择。视线模糊前，我祈祷能返回现实，但睁眼后仍现噩梦。场景变成公寓，没等回神，熟悉声音响起，蕾娜，你还活着？我面无表情转身，肖恩和米兰达牵手而立。我嘴角微勾，肖恩顿时慌乱想解释，却被米兰达拽住。他得意挑眉，蕾娜能活下来是运气吧？又对肖恩甜笑，忘了答应我的事，说好通关就娶我。肖恩僵住，移开视线。我懂了，比起我这拖油瓶，经验丰富的米兰达更能助他实现愿望，通关致富。他曾说爱我，原来最渴望的是财富，所以他把我扔进游戏等死，却没料到我能活到现在。而此刻，在这 S 级副本，他认定我必死无疑。最后看他一眼，被背叛一次，不会再有第2次。我受够了，他们爱演什么都与我无关。本该在上关结束后回归现实，但异常感一直萦绕，眼皮跳动间，不祥预感愈烈。忽然广播响彻，因房东归来，副本难度提升至 SSS 级。死寂后，恐慌爆发。SSS 级，老手都难生存，生还者寥寥。无人预料此变局，除了我。因为能随意提升难度的，只有赛弗林。心沉谷底，逃不掉了。无论跑多远，挣扎多狠，他终会找到我。历经一切，结局依旧。NPC 开始宣读规则，我无心聆听，默默退到人群边缘。肖恩和米兰达紧贴站立，神情得意，仿佛并非身处死亡游戏。但肖恩瞥我时，眼中闪过犹豫。他对米兰达低语后，他趾高气扬走来，蕾娜，肖恩说只要你道歉，或许能保护你。我短促一笑，直接竖中指。肖恩脸色铁青，贱人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上次走运，但 SSS 级世界没保护就是死。最后机会，道歉就原谅你。我盯着他，忽然好奇自己当初怎会喜欢他。或许是为逃离赛弗林，才抓住眼前第一个男人。现在看他只觉反胃。夜幕降临，公寓堕入噩梦，电锯声、拖沓脚步，远方惨叫不绝于耳。我无法入睡，任何声响都令神经紧绷。突然，一双大手环住我的腰，耳畔响起低语：“想我了吗，亲爱的？”全身僵住，他来了。赛弗林收紧手臂，冰冷唇瓣吻过我耳后，声线慵懒：“听说你交了新男友，我总得看看是什么货色值得你抛弃我。”砰！门被踹开，肖恩和米兰达僵在门口，手握禁忌物品。随即他们转身欲逃，却猛地刹住脚，终于认清我身旁男人的脸。大厅中央悬挂的房东肖像，那张清晰的脸正活生生凝视他们。真相击碎了最后幻想。